世界一直风平浪静，海南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度假地。我们正处于一场世界范围的时代大变局之中，而海南正在这场变局中被推向一个谁都未曾预料的关键位置。现在网上对海南的批评太多了，尤其是海外，各种声音有组织有计划扑过来。作为一个在海南实实在在生活了5年的人，我觉得有必要客观的说几句。首先，对那些批评的声音，我总结了一下，翻来覆去其实就那么几套。第一是说民生，说海南物价高，工资低，房价也跌得厉害。第二是说政府效率，办事慢，态度可能不够好，财方向也看得不够清晰，好像除了卖地和搞旅游就没有别的了。第三是翻旧账，说海南搞特区、搞国际旅游岛，历史上也有过几次大的机遇，好像都没完全抓住，这次估计也差不多。第四，有些人甚至直接上升到人身了，说本地人不够进取、佛系，普通话都说不利索，英语基础也差得不行，还搞什么国际这么难。第五是讲竞争，说你的定位和深圳、上海、香港甚至新加坡都太像了，人家早都发展起来了，哪还有你的位置啊？说实话，我承认大家批评的某些情况确实是现阶段存在的事实，但是请注意我的用词，现阶段。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我们往前看，1979年以前的深圳叫什么？宝安县，一个以深圳区这个小镇名字命名的边陲小县。当年有人去考察回来说，那地方连条乡下的柏油路都没有。你再看看今天的深圳，我们再说个远的，非洲的卢旺达，30年前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战乱，国家沦为废墟，可现在全国在向中国学习后，它被公认为非洲最安全、治理最好的国家之一。所以永远不要小瞧一个地方的变化的可能性。那变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认为必须放在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以及最关键的国家意志这3重维度下来看。先说外部环境，大家发现没有？这2年除了我们，世界上主要的大国有几个是真正安宁的？中东的火药桶，俄乌的战火，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动荡。我们虽然没有被卷入热战，但贸易战、关税战，还有科技封锁、舆论战，哪一样没经历？这个世界正从一个和平时代的全球化蜜月期，快速进入一个存量的争夺，甚至底线生成的博弈期。在这个背景下，什么最重要？安全，绝对的安全。大家还记得卡塔尔女婿号称那个要保护盟友的美军反应有多么的尴尬吗？还记得瑞士百年银行信誉是怎么在一夜之间因为冻结资产而崩塌的吗？还有俄罗斯富豪们那些本以为万无一失的海外财富，说冻结就给你冻结了。连号称去中心化、绝对安全的虚拟货币，美国也有办法伸手没收。资本是最胆小的，它需要一个能安心存放的地方。那我们海南有什么？我走在三亚的沙滩上，看着碧海蓝天，心里却很清楚，在这片祥和之下，是亚洲顶级的战略定力。有些事不能说得太细啊，你可以自己去查查。亚龙湾除了是度假天堂，还意味着什么？在南海这片水域，谁才是真正的主人？这些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让所有人都看明白了，我们的商业发展是有最坚硬的盾在守护的。前段时间，福建舰和海南自贸港被放在一起宣传，这其实就是最好的广告。来海南，你的生意和财富有最可靠的保障。当新加坡安全港的神话因为地缘政治和美军信誉的动摇而褪色时，资本和贸易路线就会开始寻找新的、更可靠的锚点。绕点路没关系，海运的成本大头都在安全和稳定上，怕的就是货和钱都没了。更何况海南自贸港开放的政策其实并不比新加坡差。我们再看内部环境，很多人说海南的定位和香港、上海、深圳重合了。对，以前确实是好事轮不到海南，但今时不同往日。香港在经历了2019年的风波，需要时间来沉淀和整顿。上海和深圳固然强大，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中国过去几十年融入全球化和平发展时代的全面开放门户。而国家在2020年这个关键节点，一手提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手重磅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这步棋的深意是什么？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是在为一种极端情况做准备。
如果有一天外部的封锁恶劣到需要有一个绝对可控又能对外连通的安全气口，海南就是那个被选中的角色。它和大陆有海峡相隔，便于管理，又能通过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这些独一无二的政策，成为一个可控的连接世界的超级接口。这不是说我们希望走到那一步，而是大国国力必须要有这样的底牌和预案。所以海南的根正苗红，立场坚定，在这个时候就成了巨大的优势。能力可以培养，效率可以提高，但关键时刻的可靠与忠诚是无价的。国家把这么重要的试验田放在这里，本身就是最大的信任和背书。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国家意志。我建议大家有空一定去仔细看看新闻，特别是那些权威的解读。比如最近新闻联播官方公众号的推文，有几篇和经济相关，阅读量迅速突破10万，里面就藏着风向。一句话，钱跟着政策走，政策跟着国家意志走，国家意志往哪里倾注，巨大的机遇和资源就会流向哪里，那就是未来10年最确定的风口。现在的国家意志是什么？是突破封锁，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打造一个完全自主可控又能连接全球的贸易和金融新枢纽。海南就是这个战略里的奇岩，它要吃的不仅仅是国内其他港口的外溢，更是要虎口夺食，去承接那些从动荡地区流出的全球贸易和金融功能。你说海南没有高端产业？文昌的商业航天产业正在崛起，飞机、船舶、维修等高端制造业也在布局。你说人才不来？我跟你说，人才是跟着机会和银子走的。当海南的关税政策优势显现出来，全球的制造商会不动心吗？当离岸贸易、新型国际结算在这里变得更便利，金融机构会不涌入吗？上海黄金交易所在三亚设立指定仓库，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配套的金融基础设施会越来越多的。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宏大国家战略和我们每个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这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故事。第一，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潜在和工作机会。海南要承接的是国际贸易、金融结算、高端制造和商业航天这些未来产业，这意味着未来有大量的高薪岗位、创业机会和投资窗口在这里出现。它可能是一个外贸人的新货源地，一个金融从业者的新战场，一个科技人才的新舞台。国家的资源、政策和全球的资本正在向这里聚集，你的事业选在这里，可能会多出一个海南选项。第二，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消费选择和生活品质。零关税、低税率不再是口号，当海南真正成为全球商品的超级市场和离岸贸易中心，我们能用更低的成本买到更丰富的全球优质商品。这不仅仅是多一个免税购物点，而是整个进口商品流通体系的变革，最终会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价格和品质上。第三，更深一层，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背后的国家安全感和货币信心。人民币国际化不是遥远的名词，当海南成为新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和国际贸易枢纽，我们在海外的投资、留学、旅行时使用人民币会更方便，更少受汇率波动的困扰。更重要的是，国家打造这样一个安全自主的对外接口，是在为我们所有人的财富和未来构筑一个不受外部动荡轻易冲击的安全舱。世界的风浪越大，这个舱室的价值就越有凸显。说白了，以前是在和平时代，全球贸易畅通无阻，海南作为一个旅游岛就挺好。但现在时代变了，旧秩序正在动摇，新枢纽正在被挤虚。海南的机遇恰恰源于这个世界的不太平。它不是一个常规的经济开发区，它是一个应时而生的战略备份和前沿阵地。那些批评海南物价高、效率低的声音，就像当年说深圳是小渔村一样。当强大的国家意志配合着真金白银的政策和全球产业链的重构需求共同发力时，这些现阶段的缺点都会被迅速重塑。深圳用了40年，海南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比很多人想象的要短得多。所以，作为在这里生活了5年的人，我看到的不是那些被网络水军放大的瑕疵，而是一艘正在被时代浪潮推向前台的巨轮。我们相信海南的未来，本质上是相信党和国家破局突围的决心和能力。而风浪越大，海南这艘船才越有价值，而船上承载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机遇、选择和未来。